大家好，今日係2025年嘅9月6號啊！大家當然係咪都係接受咗噶啦？就係菠蘿油梗係冇菠蘿噶啦嚇。咁啊呢個麥當勞度啊都冇麥當勞噶，西多士梗係唔會有屎啊嘛。咁但係香港哲學論壇冇香港哲學家接唔接受到呢？或者冇喺研究香港嘅哲學嘅背景嘅人呢？加入去，你接唔接受到呢？咁啊，今日咧點解要講呢個題目呢？就話說咧，香港哲學論壇啊，前嗰排咧就搞咗個咁嘅嘢喎，有官方嘅重要人物出席喎。香港政務司司長啊就發表咗呢個嘅開幕演講添㗎。咁由商務印書局嘅總經理啊毛永波發言嘅。咁亦都係有一本雜誌咧就出版咗喺呢個裏邊，香港哲學論壇啊。咁啊好似好犀利咁啊呢個。咁但係咧你睇個與會嘅人咧，大部分都係大陸嘅學者嚟嘅。咁啊，佢有啲海外學者，最有名係邊個咧？最有名係杜維明教授，哈佛燕京學社嘅前社長。咁我係認識佢嘅，我喺2013年嘅時候認識佢嘅。咁佢當時咧就係去孔聖堂度做演講。咁啊，與會之後咧，我就同佢食咗餐晚飯咁樣嘅。喺席中咧，我哋就係討論呢個孔子學院啦。咁啊，我就係余英時教授嘅堅定支持者嚟噶嘛，我哋係反對孔子學院嘅。咁啊，佢咧就係支持孔子學院嘅。咁我哋咧。即係有一啲嘅討論切磋，都係氣氛好融洽嘅。我係支持余英時教授啦。咁啊，當然出邊坊間有啲人用荒謬到話我曾經嘅孔子學院教過嘅，呢個完全係荒謬。咁啊，後來咧仲有另外一位海外嘅哲學家好有名，叫成中英教授。成中英教授嚟香港咧幾次都係我接佢機嘅機場再即係包車送佢去其他酒店啊，或者有一次就送佢去深圳啊咁樣嘅情況。咁啊嗱，呢個成中英教授啊死咗噶啦，就走咗噶啦。咁啊夏威夷大學嘅教授，佢哋咧同杜維明教授咧都係咧喺呢個中國最近呢20-30年個改革開放裏邊咧獲得巨大嘅地位、學術地位同埋經濟利益因為佢哋每年咧就係由美國哈佛大學也好啊，或者係由呢個嘅夏威夷大學又好啊，都會咧花幾個月時間咧，起碼1-2個月暑假各方面喺中國度活動嘅。咁每次嚟活動咧，官方咧或者各方面嘅大學咧都會有巨大嘅消費俾佢哋。咁其實點解要咁樣做咧？呢個就係出口轉內銷其實就咁嘅意思。因為咧你要喺中國國內咧，你揾一啲著名嘅學者去說好中國故事。喂，人哋聽得慣啦，日日都聽啦但係咧你揾啲喺海外有名嘅人咧嚟到中國說好中國故事，喂，佢又會覺得加倍咧有面子喎，添光喎。咁呢啲教授喺海外咧，佢哋都有啲名氣嘅。杜維明教授咧，被譽為係現代新儒家最有名嘅海外人物。咁啊，成中英教授亦都係啦。咁呢啲人物咧喺海外咧係有一定嘅地位。咁但係坦白講，有地位亦都係大學教師嚟嘅。大學教師咧，即係嗰個學術成就係高，咁但係喺社會上嘅層面唔夠高嘛。咁但係咧呢啲大學嘅教授嚟到中國就唔同喎，可以獲得咧上賓式嘅待遇。好似何炳大教授咧，就俾毛澤東接見文化大革命期間然後咧即係由一個美國嘅學術領袖見到毛澤東之後咧，竟然係寫咗好多文章係為文化大革命搖旗吶喊嘅，無視咗佢畢生啦，研究經濟史數據考證嗰個基礎訓練竟然係全盤接受咗文化大革命嗰個誇大嘅虛假嘅數據。咁呢啲就係屢見不鮮，因為人啊學者爛鬼書生都係咧離不開權威兩個字。呢個係帝王心啊嘛，帝王之術啊嘛讀書希望係點明事理當然最好啦，但係更多讀書人咧，亦都希望咧平步青雲，成為帝王之師喎。咁所以呢啲學者嚟到中國咧，有佢哋嘅即係謀算喺裏邊嘅，亦都獲得飄飄然啦。好容易覺得飄飄然嘅，當然係。咁咧，點解今日要講呢個題目咧？香港哲學論壇咧就沒有香港哲學家，我聽張燦輝教授講。張燦輝教授咧就係成名已久嘅一個香港哲學系嘅老前輩啦，佢咧就係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嘅前系主任，咁就係寫一篇文章，就係香港哲學紫荊國際論壇，一個沒有香港各大學系參與嘅香港哲學論壇。咁裏邊寫咗啦，佢裏邊就係即係好明顯就係希望建構中國式嘅現代化啦，人類命運共同體啦，中華民族嘅現代文明啦，呢個同中國官方嘅意識係高度契合嘅。而且咧就係有政務司司長陳國基去做開幕演講，有官方認證嘅咁裏邊講嘅嘢咧係如何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結合到香港嗰個時空裏邊去發展。咁講咗啲咁嘅說話，咁好明顯啦，即係我喺大陸參加好多學術會議，包括咧我主要係參加歷史學啦，
第一參加最多嘅歷史學會議，譬如話咩唐代嘅咩歷史學研究啊，漢代嘅歷史學研究我參加最多。第二就係經濟史或者經濟思想嘅學術會議。咁我參加呢啲學術會議咧，尤其係參加經濟史或者經濟思想學術會議咧，佢有一個環節好得意喎，就係咧俾一啲馬克思學院嗰啲咧學者去發言嘅演講嘅，佢哋又攞嗰啲國家社科項目基金嚟譬如話咧胡錦濤嘅時代，佢哋會講下胡錦濤、溫家寶嘅經濟思想嘅貢獻。咁習近平嘅時代梗係講習近平啦，李克強都有嘅，但係都唔多，主力係講習近平。我最見過荒謬嘅就係咩咧？有一個係講法學思想嘅，佢竟然係講周永康嘅法學思想，佢申請咗國家社科項目攞咗幾廿萬論周永康嘅法學思想。咁當然周永康好快俾人拉咗落馬啦，咁但係即係嗰個人係咪唔尷尬噶？咁咪申請第二個咯，申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嘅法學思想啦。因為大陸咧就係一個學術界咧有一個部門係專門係做呢啲工作噶嘛，咁所以佢哋發表嘅時候咧，我哋其他唔係馬克思學院或者唔係呢啲黨委嘅人咧，我哋就通常咧自己去飲食噶啦，等佢講完走過場。通常佢哋都安排一個會議嘅第一組裏邊講嘅，因為最重要啊嘛。咁但係我哋冇乜人聽嘅，或者聽嘅時候都大家知道係走過場嘅。佢哋講嗰啲人都知道自己係走過場，因為佢哋申請呢啲基金揾食噶嘛。咁但係呢啲真係吃得開喎，好容易咧就會做埋院長啊，做埋領導啊咁嘅情況，所以我哋俾面都會去嘅。咁但係去完之後咪飲食就過咗去咯，個場景所以咧香港而家都行到呢一步啦。以前香港嘅學術會議真係正正經經嘅學術會議嚟，而家香港學術會議慢慢都變成呢種走過場式嘅粉飾太平嘅學術會議。咁所以呢個香港國際嘅紫荊論壇梗係冇香港哲學嘅傳統學者喺裏邊咧。點解啊？因為香港幾十年嚟個哲學系或者係人文學會、人文學科啦，簡單嚟講 humanities 嘅學科都係自由主義為主。呢個就要涉及到咧，即係呢個香港過去100年嘅學術背景啊。譬如話啦，呢個1949年之後啦，南來啊，叫北學南來時代啊嘛。北學南來時代啊，錢穆啊、唐君毅，後來有牟宗三、阿盧思光呢啲咧，即係文化人啦，話徐復觀。咁呢啲都係文化人，有哲學系啊，好多徒子徒孫，佢哋就喺香港咧就係立足。咁再後來咧就有啲喺大陸咧喺80年代流亡嘅，或者係咧走嚟香港嘅，比較喺共產黨裏面開明嘅知識分子，金觀圖啊、劉清風啊咁等等。咁呢啲咧學者喺香港，佢唔同程度都係有一種自由主義嘅思想嘅。所以香港嘅各大學嘅哲學系咧以自由主義為主。第一，第二啦。佢哋即係香港大學，梗係希望係海歸噶嘛，因為要爭取國際排名啊嘛。咁所以嗰啲學者咧，哲學嘅咧，一係咧就係歐陸哲學嘅，喺德國度學習哲學啦，學康德主義嘅。康德係講咩？係講呢個義務論噶嘛，係講道德噶嘛，係講道德戒律噶嘛。另外一批咧就係英美嘅分析哲學。咁分析哲學嗰啲咧好多深受羅素呢啲哲學家嘅影響，對自由主義咧或者對神學啊各方面咧都有影響嘅。咁東方哲學咧講佛學嗰啲，譬如話陶國璋教授啊、老莊啊，佢哋嗰啲咧，又係咧受到牟宗三教授嘅影響。咁以上講嗰啲學者咧，都係對自由主義咧有向往嘅。而家大陸呢一套咧就係馬克思主義嘅、馬列思想嘅。共產黨係姓馬噶嘛？呢個習近平講噶嘛？當然我又講過共產黨唔係姓馬嘅，係姓馬克思，因為 Karl Marx 係叫卡爾馬克思啊嘛。但係習近平就以為馬克思係姓馬嘅。呢個 anyway 唔重要。咁共產黨嗰套咧就係同香港傳統哲學就格格不入啦。香港傳統哲學咧最偉大嘅幾位學者，譬如話我舉例啊，盧思光教授。呢篇文章我10幾年前寫嘅，咁2019年我擺咗少少嘅內容上網。佢裏邊咧有一段咧就係嚟自盧思光教授嘅一本書。盧思光教授喺1950年代咧就寫咗呢個書啦。呢個書係講咩？國家與國家主義呢本書，同朱世龍咧係合著嘅。咁裏邊就話啦，共產黨一向不重視國家的，凡略知道世界革命理論的人啊，都了解這一點。中國共產黨喺未奪取政權以前呢，也常有表示這種立場言論。可是中共近年譴責蔣介石，卻口口聲聲說佢聽命於美國，自己公開喊一面倒學習拼命學習蘇聯而要這樣正視愛國。別人呢從未拼命投靠美國，卻被稱為美帝的走狗而成為賣國者。
咁啊，勞思光咧就係喺50年代已經認為啦，喂，統一嘅秩序咧其實係重要嘅，但係呢個統一嘅秩序咧係指行政，唔係指行政手段排除他人嘅統一喎，絕非強制性嘅統一，亦不涉及意見嘅，只係形式上嘅統一啫。國家係需要統一，呢個統一係形式上嘅統一，唔係排除一切唔同意見嘅統一。即係中共咧就係講咩統一意志、鐵的紀律。咁呢個咧勞思光教授係唔同意嘅，係超個人事務嘅安排，需統一有秩序嘅基本形式。咁佢亦都認為咧愛國同埋愛政權係兩樣嘢嚟嘅，不能混為一談。喺1950年代咧，勞思光教授已有呢個識見。咁勞思光教授喺香港中文大學任教數十年啦，徒子徒孫滿天下包括即係頭先所講嘅張燦輝教授或者陶國璋教授都係咧呢個嘅勞思光教授咧嘅弟子或者再傳弟子。陶國璋教授直頭係勞思光教授嘅學生啦，佢嘅碩士論文指導導師嚟噶嘛。咁呢啲人咧就係喺香港咧形成一套咧對自由主義崇尚嘅哲學，對民主、對呢個嘅個體嗰種尊重呢個就係香港各大學哲學系嘅一個基石嚟。咁但係而家共產黨唔係要講呢套嘛？共產黨係聽黨政軍民學，東南西北中一切聽黨指揮。好啦，香港中文大學仲有另外一位咧，即係好重要嘅學者啦，當然就係大家熟悉嘅牟宗三先生。牟宗三先生咧，喂都係有一個好深嘅即係對共產黨嘅認識嘅。咁呢個嘅唐君毅、牟宗三都係。咁唐君毅咧，佢亦點講啊？唐君毅話：我認為一切政治中嘅思想概念都應放在人民的思想概念之下。民主思想概念在我心目中咧，亦係引申第二義以下嘅思想概念。我認為中國之人民世界如不能開展，中國政治民主之前途亦無望。同時我認為咧，中國真要有政治上嘅民主，必須大家在意識中對於政治本身在人類中嘅地位咧，係必須要加以限制嘅。要限制政治嘅權力，唔好過大嘅，唔可以東南西北中。對民主嘅概念咧，亦都要透過人民嘅概念去理解。人們需自覺嘅促成中國人民世界咧嘅全幅展開為目標，並使咧在政治之外嘅人民領域中嘅人物其社會地位可與政治人物之上係並駕齊驅嘅。即係咧中國咧就係政治人物咧就係先進分子嘛，因為呢個馬克思主義啊嘛。而其他人咧就要被領導啊嘛，所以中國人咧樣樣都要講領導邊個係邊個嘅領導。食飯嘅時候就要講座位然後咧去論壇嘅時候又要講座位，領導發言你哋就要企喺度，唔可以坐喺度。呢個同西方個體主義咧，大家人人生而平等係唔一樣嘅。咁佢話咧，然後中國嘅政治民主之實現咧才有效嘅條件。而共產黨最大嘅錯誤亦不在於其一黨專政不容二黨，而更在其把政治在人類文化中嘅地位放在一個至高無上嘅地位以致咧宰制全面嘅人民世界，這樣決不能夠有民主。唐君毅咧就係比較保守嘅，佢又唔認同一人一票嘅選舉。佢認為喂，我讀咁多書有一票，你哋啲人就冇讀書又有一票，咁呢個唔公平。如果用現代嘅術語講咧，唐君毅先生係認同咧係精英領導嘅，精英應該多啲票基層應該少啲票，佢會咁樣睇。咁但係呢個當然係接近100年前數十年前嘅啲思想嘅想法啦，唔能夠用而家批判。咁但係唐君毅先生咧，佢對於共產黨嘅批判咧係好深刻，就係共產黨以政治領導一切，駕馭一切商業嗰啲人咧全部都要聽佢話。咁當然而家特朗普都有咁嘅情況，但係美國有社會制度制衡佢啊嘛，同埋佢惡極都係4年8年啫嘛。但係中共又唔同，惡極就可以惡到而家70-80年噶咯。所以咧，從呢個咁嘅角度嚟睇咧，如果社會上其他職業、其他人物唔能夠同政治人物並駕齊驅咧，呢個社會就絕無民主之可能，亦絕無咧呢個嘅文化即係燦爛之可能。講哲學亦都談唔上，即係你喺西方哲學家嘅地位可以高過政治人物嘅，政治人物影響極都100年啫嘛，哲學家可以永垂不朽。但係喺中國就唔同啦，哲學家嘅地位就係由政治人物去決定。咁所以咧，頭先所講嗰啲人物咧都係嘅，杜維明教授或者係成中英教授呢啲人咧就好吃香嘅。但係吃香還吃香，
呢啲咁吃香嘅人物咧，佢哋喺人生在世咗幾十年，可能會享盡一啲嘅榮華富貴啦，因為支持政權，佢哋獲得好嘅生活。咁但係佢死後嘅名聲咧，就肯定係不如頭先所講嘅徐復觀教授啊、錢穆啊、唐君毅教授啊，以及咧呢個余英時教授，甚至乎咧牟宗三先生咧教授咧仲深刻啊！佢話佢係徹底反共嘅。佢話當今之世咧只有兩個人係真正反共嘅。當然呢個講法係誇張法嚟嘅，一個就係蔣介石，一個就係我牟宗三啦。蔣介石反共啊，係因為爭面子，佢將大陸丟了，太沒面子啦。而我反共咧，佢係真正嘅反共啊！我是咧從中國文化嘅命脈裏邊反共，因為擁護中國文化，共產黨數十年嚟咧就摧殘中國文化啊嘛，咁所以就批林批孔批周公，呢個牟宗三先生就不能接受，徐復觀先生就不能接受嘅，咁啊當然徐復觀教授就晚年咧1982年嘅時候，佢臨死嘅時候，佢都係支持要和平統一嘅。但係佢一種和平統一就同而家呢一種國民黨或者係大陸嗰啲人所講和平統一就唔同啦。佢哋所講和平統一就係要國共兩黨以平等嘅方法去討論。咁呢個當然就係82年佢寫信俾蔣經國先生嘅時候嗰種咁嘅想法，臨死嘅遺願。咁但係呢啲人物咧就係香港幾十年啦，尤其是喺中文大學裏邊咧係深受影響。佢哋嘅學生後來就去到嶺南浸會樹仁能忍書院、珠海書院等等等呢啲大學任教。咁所以咧就係對整個香港嘅文化界咧都係有一個徹底影響。同香港大學咁唔同嘅，香港大學哲學系咧就真係歐洲英美分析哲學嗰啲為主嘅。所以佢哋走另外一套路線啦，佢哋係洋人嘅。而家現代嘅哲學系咧，香港大學嗰啲好後現代噶啦，已經係同頭先所講嗰啲又另外一派。咁但係 anyway 咧可以解釋到啦，香港哲學論壇沒有香港哲學家，因為佢哋嗰一種咧係走過場，係攞分定嘅嚟到。其實係請晒大陸學者同國際學者嚟兒河下起飲茶食飯為主，咁亦都咧可以宣傳中國嘅主旋律，呢個係佢哋核心嘅目的。兒河下起之餘又可以宣傳到核心嘅主旋律，亦都因為宣傳核心嘅主旋律，所以攞到好大嘅分定。呢個亦都係互為因果啦。咁而香港以前嗰啲哲學系嗰啲教授咧，真係研究哲學命題、哲學嘅課題，兩者唔係同一齊講嘅。咁但係正式喺大陸嗰啲會議咧，我都見到咧，通常就第一場兒河下起之後嗰啲都係認真討論嘅。但係而家呢個香港哲學論壇咧，似乎咧後邊認真討論嘅部分就少咗，所以我就話喺香港嘅國安法之後，因為呢個叫做咩治亂世用重典啊嘛，佢哋走嘅左傾路線咧，俾大陸咧係過之而無不及嘅。呢個就係我4年前嘅判斷，結果而家我都認為大概個發展都如是。Anyway， 今日就講到呢度啦，希望大家喜歡啦 ，like、subscribe、share， 收評同 Patreon 啦，同埋 YouTube 嘅 member 歡迎你哋參加裏邊咧有會員優先睇啦，同埋有獨家嘅課堂內容喺裏邊嘅。多謝大家，知識有價，拜拜。